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术前术后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同样因为这个经蝶或者叫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也属于神经外科的一个手术。那么在咱们整个的护理的教学过程中呢，这个因为它有点太专业性了专业性太强，所以其实这个内容也是说在真正说去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来讲这个内容呢，很少但是呢，一样就和那个腰穿一样，虽然讲的很少，但是呢，在题里总能见到什么做完这个手术要采取什么体位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呀？这些东西呢，应该讲因为垂体瘤作为一个安区我们说叫做神经外科一个常见的良性肿瘤是比较多的这种手术它比起其他的一些肿瘤，什么这个什么颅咽管瘤脑膜瘤都发生在这个部位，但是呢，垂体瘤发病率是最高的远远高过那些肿瘤。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经蝶垂体瘤切除术呢，还是有必要我们稍微的把它这个手术怎么做的，是吧？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稍微讲一讲那么希望是大家呢通过什么呢？这个学习首先要知道这个手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吧？然后术后有哪些要注意的如果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要汇报当然有些题是吧？我们怎么去理解？第一个这个手术怎么做的？大家看这张图这个手术做的其实比较简单为什么？大家看这个镜子这是一个神经内镜这个镜子从鼻腔穿进去这就是它的示意图，直接到达颅底这一块，把这个颅底的骨质又很薄把这个骨质打开就拿什么？拿一个小的，类似是那种大家知道做那种雕刻那个刻印章那种类似那种东西一个小的刻刀似的伸进去，夸夸夸拿小锤子一敲，当然那很轻很轻，那么就把这层很薄的骨质其实就给打开了。打开了以后你显微镜做也行内镜做也行，你就其实就可以很快你就能找到这个瘤子，找到瘤子把这个瘤子切掉切掉，直接在这一块修补一下把这个你这个骨质这些损伤的地方，拿个筋膜或者拿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人工的材料给它往这儿封堵上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手术发明之前我们说这个垂体这个瘤垂体瘤需要开颅做，那开颅做呢，其实就比较麻烦了你得上边从这块打开，或者从侧面一点入颅得打开，它有磨骨头有什么切骨头然后还得牵拉脑组织，是吧？最终才能看到它那么这个经蝶手术呢，就简单直接所以这个手术现在可以说是垂体瘤切除最主要的一个手术的途径我们叫做手术入颅。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主要是看这一块做完手术以后什么位置，基本上就是说30度你说45度什么这都没问题这基本上叫做什么 semi-Fowler 体位，是吧？那么脖子呢保持中立位不要压迫颈静脉。为什么你要压迫的话，它有可能导致你脑子里静脉回流出问题颅压高，所以这些就不好了翻身的时候避免什么低头用力憋气弯腰这些你这样的话会怎么样？腹压增高，是吧？咱们说你什么低头憋气弯腰这些，首先导致是腹压增高那么腹压增高，它会间接的导致你颅压增高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样都是为了避免颅压高。那么你要是起来的话呢，先坐起来观察没事再下床，以防止什么呀？这种体位改变导致的体位性低血压意外的摔倒。那么有哪些是不对的、错误的做法？平卧，是吧？头低这些都不太好为什么？你回流不好，增加颅压。什么弯腰捡东西、剧烈运动提重物是吧？这些都不好，都是增加颅压那么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意识改变的，马上报告这是肯定没问题的。这是什么意思？颅压高了颅内压增高。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不擤鼻涕。为什么？你擤鼻涕的话，直接会怎么样？导致你这个鼻腔蝶窦压力增高，有可能直接诱发你那个修补的那一块膜。咱们刚才提到过，切完瘤子以后要把那块补上，
这种操作直接有可能导致那个膜出现渗漏，那么怎么样？导致脑结鼻漏啊。打喷嚏的时候，万一憋不住怎么办？张口打喷嚏啊，张口打喷嚏，让这个压力尽可能从口腔释放出来啊。不要用吸管，为什么？你吸的时候一样啊，这种动作有可能会导致你这种口腔、鼻腔里边这种压力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咱们说不是说绝对不行，说那病人说我吸了一口，喝了口水，忘了什么的，不一定有事儿。但是呢，我们尽量避免啊，因为这个可能存在风险。不弯腰，咱们说了，不重复了啊。那么，所以在护理上我们要注意什么？第一个体位做好了，是吧 ？semi-Fowler， 然后稍微止吐啊、什么止疼啊、润喉啊、止咳这些，避免出现什么擤鼻涕啊、打喷嚏这些东西。有时候你是吧？有的时候打喷嚏这个是真的是控制不住，是吧？所以尽量避免。你包括便秘是吧？你便秘为什么不好？你便秘的时候，你用力排便，腹压增高，间接也会增加颅压，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得要尽量的去避免。最后呢，比如说有这种清水一样的鼻漏，是吧？或者说自己这个病人说，我怎么觉得有咸水啊，往这个嗓子那儿去走啊，马上要警惕，有可能有脑结鼻漏啊。包括患者老咽东西，什么都没吃也没喝水，怎么老跟那儿有吞咽动作啊？是吧？这也是意味着可能有脑结顺着这个鼻腔流下来，流入了咽啊，鼻咽、口咽、喉咽这么下去啊，然后吞咽。那么这个都是提示脑结鼻漏，是吧？那就得按脑结漏来处理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呢，就是说绝对是禁止盲插这种鼻胃管啊，这都是以前可能在临床上有过惨痛教训的啊。那么这个手术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它这种风险不太理解啊。这个做完手术了啊，当然其实做完这个手术，一开始我们早期是要在鼻腔填塞这个油砂。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太可能什么盲插鼻胃管，是吧？你那里边填着东西呢。但是你拔了以后，是吧？可能过了2-3天，这个油砂就都拔了。拔了以后，都挺好，也没脑结鼻漏，也没什么都很好啊。结果这碰巧啊，这个病人可能由于某些其他的疾病，导致需要下个胃管啊。比如说吃东西不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胃溃疡啊什么这种啊，可能需要下个胃管。这个时候如果你没经验的话，直接还按常规操作经鼻孔往里下胃管，万一这个很不幸这根胃管顺着你这个手术图像直接捅到了脑子里啊，就像这个图上一样啊，你下胃管的时候，万一这个胃管没有按照你的要求从这儿往下进入食管，而是正好顺着这个手术的通路直接扎进去了，那直接导致什么下丘脑损伤啊，这个就是大事儿啊，这是很严重的后果了，有可能直接病人因为这个下胃管这个操作直接死亡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绝对禁止盲插鼻胃管啊，绝对禁止。那么说我不盲插，那这怎么插？是吧？这病人就需要这个怎么办啊？有办法啊，有这种直视下的，是吧？比如说有专门的耳鼻喉科医生可以通过这种有什么途径，经过口腔啊，或者经过有一些可以直接有镜的，是吧？有内镜辅助的啊，那这个管走到哪儿他都看得见，他绝对不会进脑子里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但依然可以说这个风险还是有，是吧？你操作万一有问题呢，是吧？所以尽量避免啊，不要做这种风险很高的操作。包括一些什么口腔的护理啊，什么这些冲洗啊，这些都要注意啊。实际上这一块都有过出问题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惨痛教训啊。所以什么包括口腔护理，有的时候有护士也是不懂，是吧？从别的科转过来根本就不懂，口腔护理做的就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而且还很深，是吧？这个一个吸引器这个管进去捅得很深，万一捅进去那都很麻烦啊。那么早期监测什么神经，这咱不说了 ，vital signs 不说了，是吧？脑结漏啊，比如说什么颜色呀，是吧？包括它滴在纸上，有时候是出现一个红圈啊。那么这些包括有什么咸味儿，是吧？
长期的这个老有咸的水往下流，包括什么频繁的吞咽，这都要注意，包括什么尿量啊、口渴、尿比重啊、体重啊，监测 in and out 啊，防止出现什么垂体损伤以后有可能有这种这个我们说 ADH 啊，抗利尿激素啊一些问题啊，那么导致尿崩症或者是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这些事儿啊。那么实验室要注意什么？电解质啊非常重要，渗透压啊，安全性啊。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啊，尿崩症啊 ，SIADH 是吧？什么低钠，这主要就是监测血钠，因为这个手术有可能会引起垂体和下丘脑的损伤，所以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个相关的这些实验室指标啊。当然，这些每一个可能都是一个专题啊，大家可以去在这个专题里再看啊。那我们说这个脑结漏啊，它是像清水一样，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像清水一样的漏啊，无色清凉的东西。那么这些征象啊，这些征象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持续的清水一样的东西，咸味或者金属味，频繁吞咽是吧？老嗽嗓子啊，清喉咙，老张这清嗓子啊，这枕巾湿了啊，但又不是血性的。是吧？包括什么头疼、发烧啊、颈强直、畏光，这都有可能提示哈。这个你这颅内可能是出问题了啊。那么怎么样啊？不能醒，不能堵啊。我们一般是不能堵的啊。说你这个鼻子漏东西，咱就堵上，那可不行。这堵上以后，很可能加重什么感染风险啊。你这个脑结没流出来，但是它在里存着。然后你鼻腔又是有细菌的，是吧？这细菌有可能逆流进入颅内，导致颅内感染。啊，所以咱们就是尽量的出现这个情况，马上跟神经外科医生联系啊，避免出现进一步的这种恶化啊，赶紧采取措施。那么像疼痛是吧？像什么呕吐啊、便秘啊、口腔护理啊、什么激素替代呀、血糖、血压这些呢，咱们都要注意啊。那么这些呢，有可能是增加你这种术后脑结漏的风险啊。那么包括我们说使用一些对症的治疗啊，比如说止吐啊，比如说这个止疼，那么你用完之后，它其实有可能会掩盖症状，这个也就是说一定要评估啊。你比如说病人说头疼啊，其实他有可能是里边低颅压了或者怎么样，你用止疼药用的还挺厉害，什么吗啡、可待因这种啊，用完是不疼了，但是它还持续的，其实这种低颅压的这种症状，它的原因还持续存在啊。所以你只不过是把症状给它解决了，过一阵儿可能这个药效过去，它还头疼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一定要 reassess 啊，就是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密切观察。另外呢，千万不要说就不报告啊，不报告那最后出问题那就很麻烦。出现这种尤其像头痛啊、头痛、呕吐是吧？这些东西尽量的要报告，要及时报告给医生啊。那么出院教育是吧？活动不能提重东西啊，这咱说了啊，都是什么有可能增加腹压，然后导致增加颅压是吧？鼻腔的护理不能有什么擤鼻涕、什么抠鼻孔啊、冲啊，这都不行啊。记录出入量，这个要记录啊，包括复查要注意，有一些电解质啊、激素啊、磁共振这些啊。那么这一块呢，大家要注意哈。这刚才咱们提到过，有这种漏的，有头疼反复剧烈的，有发烧啊，有颈项强直啊，包括尿量是吧？明显的改变啊，包括这些哈，恶心啊、意识障碍、抽搐这些都是问题哈。所以呢，马上联系医生啊。那么看一下哈，这个有些常见的错误选项 ，encourage coughing， 这鼓励咳嗽，这肯定不对啊。插鼻胃管啊。这肯定不对啊，然后平卧啊，防止脑解鼻漏，这是不对的啊，要稍微抬高一点啊。你颅压高，平卧以后颅压会升高，回流不好，这个都是增加脑结漏的风险。然后呢，说擤鼻涕，这尽管是站起来也不行啊，这都不对。然后忽略这个清水啊，这些东西都不对啊，这可不能忽略，这是大问题，很可能是脑结漏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大家要记住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可能会导致你误选的东西，这都要尽量的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啊，不能选。
我们看看练习哈，说这术后6小时啊，频繁的清嗓子，说还有咸水往下流，是吧？那这也意味着漏了，是吧？那就意味着漏了，干嘛呀？记录呗，通知吧，神经外科啊。然后这个说哪些需要进一步的？打喷嚏、张口没问题，避免弯腰没问题，是吧？清醒鼻，这看着就有问题了吧？尿量突然增多，联系上这没问题，是吧？这可能是中枢性尿崩症了，所以这 C 啊。第三个，恶心腹胀，能不能插胃管？立即啊，什么小号，家属协助固定，这都不对哈。先不行啊，联系手术团队再说哈，这可不能说直接插胃管，这咱刚才说过，这绝对禁止啊。然后术后呢，这个什么尿多对吧？350毫升每小时，连续3个小时啊，这尿量已经很多了啊，尿比重还低是吧？血钠还高，极度口渴，这中枢性尿崩症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第二个啊，中枢性尿崩症啊，B、C 啊，C、B 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吧？那么我们就是说呢。今天呢就有关这个经碟垂体瘤啊相关的一些内容就讲到这儿啊。不管怎么讲，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呢考试里避免不了，我估计大家可能平时训练都见过啊，把刚才咱们提到一些重点的内容理解了啊，相信大家在这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再见。